小米14 Ultra、三星 S24 Ultra， 它们都是各家的当家旗舰啊，而且在影像方面也都非常厉害。还有就是后摄的焦段也都是主摄超广角，3倍左右的中焦跟5倍的长焦，那么它们对比起来呢，还是很有意思的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尤其是加关注，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继续更新下去不停更的动力啊！谢谢大家关注手机影像，就应该多多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每期我也会拿着手机去瞎拍一些照片，我拍的不好，抛砖引玉，主要是希望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前面的照片不用瞎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啊，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，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这是让我们独立发展下去的动力。那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。两台手机的后摄焦段都列这儿了，就不一一念了啊，主要是提醒大家，它们都是定焦镜头，没有光学变焦，没有光变。现在是小米14 Ultra 的拍摄界面，中间的2倍焦段啊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0.5倍、1倍、3.2倍和5倍都是光学焦段。现在是三星 S24 Ultra 的拍摄界面，它最上面的10倍呢是5倍的数码变焦，0.6倍、1倍、3倍还有5倍都是光学焦段。OK， 咱们麻利儿的开始对比两台手机啊，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。从参数上说，感光器是小米的更大，但是原生像素呢是三星的更高。小米的光圈呢是可变光圈，从 f1.63 无极便捷到 f4。上期已经说过它在不同光圈下的成像表现了，这期就不再重复了，咱们直接就看默认模式下的成像表现。小米这边徕卡经典、徕卡生动我都用了，对比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哪个好看我就用哪个模式了。至于颜色的区别吧，你们就说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吧。啊，别问什么接近真实环境啊，甭扯这个。从有摄影那天开始就有风格二字，都接近真实了，哪来的风格呀？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都很优秀。在对比组主摄的样片，同样的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依旧都是非常不错的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上，这个看的是镜组的制造成本啊。虽然说最角上两边差不多，但是从开始下降的范围来说呢，三星的表现更好一些。不过呢，小米的感光器更大，它想把控好边角画质是更不容易的。再看另一边的表现，这回两边差不多了。两台主摄都有高清模式，小米是5000万像素，三星是2亿像素。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，确实是三星的更出色一些，而且在画面中呢，就是画面的上半部分树叶中间，小米已经出现了伪色。虽然说解析力啊很难通过后期升级继续提高了，但是伪色应该还是可以改进的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原生像素是小米的更高，光圈也是小米的更大，视角也是小米的更广。看实拍样片，小米用的是徕卡经典模式，当时拍摄的时候呢是阴天，视角差距还是挺大的啊。如图所示，这个红边呢就是三星拍不到的范围。中心解析力方面啊，两边差不太多。虽然说三星的视角窄一些，它拍摄的物体大一些，但是解析力呢跟小米那边比呢没有什么优势啊。再看一组超广角样片，这回小米用的应该是徕卡生动啊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依旧是半斤八两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，两边差不太多。那咱们看另一个角的表现，
这回小米的表现还不错啊，小米要是两边做的都一样好，就更好了。再说高清模式，小米的超广角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三星的超广角呢就是1200万像素啊，没有高清模式。但是在解析力方面，小米的解析力也没比三星强多少啊，好像强一点儿，可是这一点儿也忒一点儿了，是吧？再看一组对比也是如此，小米5000万像素，三星是1200万像素，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啊，尤其是字体的辨认方面，有些字儿小米还不如三星的强呢啊，这就有些尴尬了。再说微距拍摄，小米14 Ultra 这代产品终于有了长焦微距，相对于上一代来说，微距方面可以说是长足的进步了。那三星这边拍摄微距最好的镜头呢，依然是超广角镜头。长焦拍摄微距的好处是突出主体，超广角拍摄微距呢，容易拍出好多没用的背景啊。那理论上说，长焦微距更容易出片啊。当然了，这个更看人不看设备。但是这两台手机拍摄微距在解析力方面来说呀，还是三星的超广角解析力更高一些。老有人说三星的长焦拍摄微距看起来也不错，那是看起来，实际上不行。现在就是用三星的长焦拍的微距啊，10倍端拍的，实际上是5倍镜头拍完数码放大的。看起来不错吧，放大比小米还好，但是如果看细节呈现的话是不如小米的，也就是说更不如自己的超广角拍的。再看中长焦镜头，小米这边是3.2倍的中长焦镜头啊，三星是3倍的中焦镜头，参数都列这儿了，就不一一念了。长焦呢，他们俩都是5倍镜头。对比样片还是从2倍开始看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在解析力方面，两边居然差不多啊！我只能说，三星的2倍数码变焦比之前进步了。现在小米是3.2倍，三星是3倍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。注意啊，在上一期对比的时候，小米的3.2倍镜头表现不怎么样，但这次跟三星比的还是不怎么样。那就再看一组对比吧，小米3.2倍，三星3倍。在解析力方面，小米这边依旧是不怎么样啊。那么这个结果呢，跟上期的测试结果也是吻合的。小米14 Ultra 这代产品的3.2倍中焦镜头表现不是很理想，而且虽然说它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而三星的3倍呢只有1200万像素，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啊，这小米3倍的高清模式也没什么优势，咱就说它稍微有一点点优势吧。现在是5倍的对比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啊，在解析力方面两边做的都非常不错。但是对于不喜欢噪点的朋友呢，小米这边的表现还不错啊，三星那边有些噪点啊，不过我觉得还好，因为它不是红绿噪点，更像当年胶片的颗粒感。两边的5倍镜头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在解析力跟细节呈现方面他们做的都不错，但是经过数码处理之后啊，两边画面的成像风格差别还是挺大的。那咱们再看一组高清模式对比吧。同样的，放大看细节呢，两边的画面风格差距还是挺大的，但是细节呈现跟分辨率呢，两边差不多。现在是30倍的对比啊，小米没有开启 AI 超级变焦，就是数码变焦，三星那边也是如此。在画面观感上，我觉得小米的更好啊。虽然说三星那边在细节呈现上，比如说细碎的裂纹上面，三星做的更好，但是整体的画面观感我还是喜欢小米的。现在小米开启了 AI 超级变焦，系统会给照片添加一些假的细节啊，让照片看起来更清晰。那实际观感呢，确实还是小米这边更好。但是细碎的裂纹，由于它拍不到啊，它也不知道这儿有裂纹。像三星这边呢，细碎的小裂纹都拍出来了，但是画面的整体观感肯定是不如小米的。你说它俩的优点要是能结合一下，该多好啊！再说前摄的表现，先看自拍啊，用的就是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。小米那边稍微有一点点美颜跟磨皮，但是很轻微不重啊，它应该调用了人像模式，背景稍微有些虚化。三星那边看起来很自然，磨皮美颜几乎就是说没有吧，但是整体的表现两边都很上乘。但是要我选呢，我还是倾向小米的自拍效果。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，他们的防抖啊看着都稍微有一点点晃，但是解析力都是非常高的。小米这边看着更亮堂一些，三星稍微暗一点。那么相比之下呢，我还是更喜欢小米的前摄录像效果。再说人像拍摄的对比，用的都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啊，小米那边用的是新出的大师人像，三星呢用的就是默认的手机人像模式拍摄的。两边从实拍效果上看，差距还是很大的。
你说整个手机摄影圈、手机评测圈，谁不知道我今年17岁啊？身材娇小，长相可爱，面容温婉，肌肤水嫩。你看人小米这边拍的，就这么回事儿啊，看起来很精神。你再看三星，哎，跟张飞和李逵生的似的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。关键是换一个场景也是这样啊！我拍了不止一个场景，就甭看了，这忒闹心。再看直出光度的对比啊，在这次的对比中，所有的场景下，两台手机的表现，无论是主摄跟超广角，都可以说是非常好的。它们的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都很不错啊。那亮部一般看的就是，比如说树枝和天空的分界，看看过渡是否自然。暗部呢，主要看的是整体的暗部能不能有细节，而且还能按得下去。老实说，根据经验啊，我认为这个环节小米是肯定能战胜三星的，因为三星从23U 开始，就是23U、24U，它在这个环节的表现呢是退步的，它是没有当年22U、21U 好的。而小米的这代14 Ultra 呢是要强于上一代13 Ultra 的，但也许是天气阴沉的原因吧，三星稍微沾了点光啊，小米在这个环节并没有把三星给甩开。再看夜景的对比，两台手机都能永久的关闭自动夜景，这点非常好啊，值得表扬。前两个场景呢，有强光有阴影，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它们的表现都非常理想。但是到了这个有难度的场景，小米的表现依旧没有什么提高。直出的情况下，无论是主摄跟超广角和三星的差距都是很明显的。就算是打开了夜景模式，主摄的表现虽然说提高了不少，但是跟三星比呢，还是差一些。超广角差的依旧很多啊，依旧比不了三星的直出。现在是2倍的表现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两边都非常不错。现在小米是3.2倍，三星是3倍，他们都是用这2颗镜头直接拍的。仔细看亮部细节啊，三星的表现更优秀。现在是5倍镜头的表现，他们也都不是数码变焦，都是用5倍镜头直接拍的。亮部的表现依旧是三星的更好。城市的小路上光线还是比较暗的，两边主摄拍摄出来的颜色差距是非常大的。我感觉三星的好看一些，但是到了超广角，小米的颜色好看一些。细节呈现方面，无论是主摄跟超广角，他们的表现都不错。现在是3倍端的表现，细节呈现出现了差距啊，小米的更好，三星的噪点有点重，但是灯光的表现，三星还是比小米强一些。现在是5倍镜头的表现，他们也都是用5倍镜头直接拍的。细节呈现方面，小米的更强，但老实说，这个差距呢比我想的小。从祖传神树开始就打开夜景模式了，因为这个环境就非常暗了。主摄的表现没有想到的是，小米的细节呈现是明显强于三星的啊。三星在这个环境下夜景曝光才只有2秒，三星有点大意啊。超广角的表现看起来是三星的更好啊，但实际啊两边差不多。健身器场景是非常有难度的一个场景，没有想到的是主摄的表现上两边居然差不多啊。小米并没有把三星甩开啊，这回三星并没有大意。那这回超广角的表现就是三星的细节呈现更丰富了啊，不用放大就能看出来。树林小路的场景也是非常的极限，主摄的表现两边依旧是没有拉开差距。那这一点呢，对于三星来说是不容易的，因为它主摄的感光器可比小米小了很多，光圈也是小。超广角的表现依旧是三星的细节呈现更丰富。祖传神树 Pro 场景放大看细节，老实说，三星的表现让我很吃惊啊。也许是现在树叶太少了，远处的灯光可以照过来，但是仔细看的话，依旧是小米的细节呈现更丰富啊。超广角的表现，三星依旧强势，在细节呈现方面比小米强。录像对比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就是最接近微信、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。现在是主摄手持走路的效果，没有用架子，没有用稳定器，两边的防抖跟清晰度都非常不错。小米的锐化稍微重一些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两边防抖跟清晰度依旧是非常上乘的。现在是2倍端录像的效果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两边的防抖跟清晰度都没问题啊。小米还是有些锐化。现在小米是3.2倍，三星是3倍，两边的防抖依旧是非常的出色，但是锐化呢，这回改成三星的锐化更重了。现在是5倍录像的效果，防抖方面三星稍微好一些啊，小米稍微有一点点晃，解析力两边都非常优秀。现在是10倍的对比，防抖跟解析力都是三星的更出色，颜色方面也是三星的稍微好一些，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吧，水汽太大了。
那就拍一下离得很近的野生烤鸭吧。确实啊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解析力，都是三星的更好。现在是夜晚主摄的表现，虽然说小米那边看着更暗，但实际上清晰度是小米的更高啊，只不过小米的鬼影比三星的重。超广角的表现嘛，就在这个环境，他们都是很难应付的啊，尤其是解析力方面很糟糕。现在小米是 3.2 倍，三星是3倍。防抖方面，小米更出色，清晰度呢也是小米的稍微高一些，但是小米还是有鬼影。现在是5倍的录像表现，暗部细节呈现呢是三星的更丰富，但是清晰度还是小米的更好。现在是10倍的对比，老实说，在夜晚这个环境，两边的清晰度就算是都可以了。而且小米相对来说呢，可以说是只强不弱的，只不过小米这个鬼影啊，也真是没谁了。公园设计上，两台手机的造型可以说是两个方向啊，小米这边圆润，三星硬朗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造型呢？手机厚度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，尤其是后摄区域的差距啊。但是两台手机在影像上的差距肯定没有后摄厚度的差距大。硬件方面，三星比小米多了根笔，在可玩性方面肯定是三星的更好。那至于其他的硬件啊、发热呀、跑分啊、游戏啊，这些就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了。感兴趣的朋友就去看其他的节目吧。OK， 到结尾了。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